欢迎来到电动情报站。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特斯拉的最新动态，涵盖公司近期的重大新闻和发展趋势。以下是最新的详细报道，供您参考。今天主要的新闻有：一、特斯拉4月欧盟销量暴跌 52%； 二、特斯拉开放 Cybertruck 以旧换新，转变此前禁止转售政策；三、特斯拉即将在奥斯汀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但问题不断；四、英国或将取消特斯拉税。一、特斯拉4月欧盟销量暴跌 52%。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周二发布的消息，由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市场份额激增，特斯拉在2025年4月的销量暴跌超过一半。尽管欧盟27国整体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上升，但由于特斯拉车型老化、马斯克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政治联系等争议，特斯拉的市场表现大幅下滑。ACEA 数据显示，特斯拉4月在欧盟的销量为5475辆，同比下降 52.6%。2025年前4个月，特斯拉在欧盟的累计销量为41677辆，同比下降 46.1%。根据咨询公司 Jeto Dynamics 的报告，曾经是电动汽车销量领军者的特斯拉，在今年4月已被大众、宝马、雷诺以及比亚迪等10家竞争对手超越。此外，特斯拉在4月宣布其全球第一季度销量同比下降 13%， 马斯克因此面临更大压力。公司将部分销量下滑归因于 Model Y 在升级期间的产能损失。马斯克随后宣布将减少参与特朗普削减美国政府开支的相关工作，并于上周表示特斯拉的销售表现良好。不过，由于各国政府和车企推出的购车激励政策存在差异，电动车销量的增长在欧洲各地并不均衡。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销量增长显著，而法国则出现下滑。然而 Jeto 指出，中国品牌在电动与混合动力领域的受欢迎程度迅速上升，当前已占据欧洲 7.9% 的市场份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您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二、特斯拉开放 Cybertruck 以旧换新，转变此前禁止转售政策。特斯拉近期为 Cybertruck 车主推出了以旧换新选项，标志着其政策的重大转变。此前，该公司曾明确禁止转售，以防止黄牛行为并维护品牌完整性。这一原有政策也可能让那些对 Cybertruck 制造质量或马斯克相关争议感到不满的车主推迟了换车或出手的打算。不过，尽管现在允许以旧换新，但回收价格大幅缩水。例如，一位车主购买了一辆已行驶近2万英里、原价10万美元的2024款全轮驱动 Cybertruck， 但特斯拉只给出了 6.31 万美元的回购价，价值缩水 37%。另一位车主8个月前购入的高配 Cyberbeast 车型，如今仅获78200美元的报价，贬值幅度达 38%。Cybertruck 在上市仅8个月后就贬值了 37% 至 38%， 这并非特斯拉独有的问题，而是电动汽车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禁止转售到鼓励置换，特斯拉的转变也反映出二手电动车市场的快速发展。特斯拉的时机表明，他们不仅是为了解决 Cybertruck 的问题，更是在战略性进入二手电动车市场。通过控制回购价格、回收库存、延伸产品生命周期，特斯拉能够更好地掌握车辆在二级市场的品牌形象与价格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转售禁令虽初衷在于打击投机行为，但也间接推迟了潜在的抛售潮，避免影响新品发布期间的市场认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您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三、特斯拉即将在奥斯汀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但问题不断。最快在1周后，首辆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在奥斯汀街头载客上路，这标志着这家电动车制造商迎来了关键时刻。马斯克曾多次公开表明，特斯拉将在今年6月开始向自动驾驶汽车公司转型，届时将在奥斯汀推出商业化的机器人出租车服务。为此，特斯拉已经做了诸多准备。几周前，公司在奥斯汀和旧金山湾区开始测试配备安全驾驶员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最近又与德克萨斯州监管机构及奥斯汀市各部门进行了初步会议，介绍相关细节。
然而，包括奥斯汀交通局、紧急救援机构和联邦监管机构在内的多个关键部门，仍缺乏对即将在本地道路上运行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必要信息。特斯拉尚未对奥斯汀的急救人员开展培训，也未明确说明将采用何种自动驾驶等级。截至上周，特斯拉仍未向奥斯汀消防局和交通局提供他们处理突发事件所需的应急预案或操作指南。奥斯汀交通局一位发言人本周三在电邮中告诉《财富》杂志，我们尚未收到特斯拉的急救员指南。消防部门的发言人也表示，我们也没有收到。对此，特斯拉未作出回应。不过，特斯拉已向市府工作人员保证相关指南即将公布。财富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的邮件显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工程团队自去年以来就与市政府保持着定期沟通。本月初，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已致函特斯拉，要求说明其部署的系统级别以及是否已达到安全行为标准。同时，该机构仍在调查多起与特斯拉 FSD 有关的碰撞事故，并要求公司在6月中旬前做出回应。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您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4. 英国或将取消特斯拉税。英国对售价超过4万英镑的汽车征收有争议的税，该税可能会被取消，因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特斯拉税被认为是造成电动汽车销量不佳的原因。该税自2017年起对 ICE 汽车征收，但从2025年4月1日起，对该日期之后销售的新电动汽车征收昂贵汽车补贴 ECS， 此举是出于公平考虑。然而，这项税收如今被认为是欧洲各地电动汽车销售低迷的原因。在英国，制造商们指责这项税收使其更难达到具有约束力的绿色汽车销售目标。未能达到这些销售目标，可能会给制造商带来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损失。This is Money 和 Mail Online 看到的一封泄露的信件显示，英国准备重新考虑这项税收。该税收将与汽车注册后第2年的车辆消费税 VED 合并征收。该税可以适用于价格更高的车辆，或者完全取消。多家公司表示，调整税率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英国一家大型新车零售商表示，在目前的税率水平下，销售目标不切实际。即便如此，零售商仍然担心，如果没有这项调整，电动汽车的普及程度还不足以让消费者真正有理由购买。一家公司表示，成本、缺乏激励措施以及缺乏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是电动汽车普及的最大瓶颈。以上是本期主要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将在未来为您持续带来关于特斯拉以及股票市场的最前沿动态。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